海伦娜的声音轻柔中带着几分忧伤，只是在她眼前熟睡的叶晨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此时的叶晨几乎已经与外界彻底隔绝，而海伦娜见叶晨没有半点回应，心中的悲伤忽然被急速放大。她看着叶晨时的眼泪此刻已经连成了线，她轻轻抚摸着叶晨的脸庞，低声哽咽：我看得出来，从认识你的第一天，你就在跟我保持距离。在你心里，我肯定是个非常现实、非常逐利，甚至为了上位不惜一切代价的女人。如果我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这么和你发生了关系，同时又幸运地怀上了你的孩子，你心里一定会更加看不起我吧？甚至你可能会因为看不起我而对我们的孩子充满歧视与偏见。如果我没能怀上你的孩子，那你可能会因为看不起我，这辈子对我敬而远之，不会再见我了，对吗？说到这里，海伦娜擦去泪水，坚定不移地说道：不会再给你加深这种错误认知的机会，绝对不会。人生还早，我一定会用光明正大的方法让你改变对我的错误认知，让你知道，除了我那个可怜的妈妈之外，这个世界上真正能让我在乎的只有你。说罢，海伦娜再度俯下身，亲吻了叶晨的嘴唇之后，便如小猫一般蜷缩在了他的臂弯之中。躲在叶晨怀中的海伦娜忍不住轻笑出声，嘤咛着说道：我想抱着你睡1个小时，答应我，这1个小时千万不要醒过来，让我睡醒后能体面地离开这里。说完，她将脸贴在叶晨的心口处，缓缓闭上了眼睛。这一刻，海伦娜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只是唯一遗憾的是，因为害怕叶晨醒得比自己早，海伦娜不敢让自己彻底睡熟。虽是满心幸福，但多少也有几分小心与忐忑。她在叶晨的怀中半梦半醒地睡了将近1个小时，这1个小时是她自成年以来最满足的1个小时。眼看着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9点的位置，她这才轻手轻脚地从床上下来，动作轻柔地将衣物重新穿好，随后整理好自己睡过的那半张床榻，又将不小心落在叶晨臂弯上的发丝捏起来。做完这一切，他凝视叶晨，难以控制地再次亲吻了他，这才依依不舍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又小心翼翼地将门重新关上。快到中午时，叶晨才缓缓睁开眼睛，他感觉自己经历了从拥有记忆以来最漫长却也最安稳的一次睡眠。这一觉虽没让他的灵气得到明显的补充，但却让他的精神有了很大的改善。他缓缓从床上起来，伸开双臂肆意舒展着身体，忽然感觉自己身上竟多了一股十分熟悉的幽香味道。这味道与海伦娜身上的香味一般无二。虽说刚进这个房间，甚至到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叶晨都曾闻到过这股香味，但他却明显感觉到眼下自己身上这股香味甚至比自己刚躺在这张床上时这床上原本就有的香味还要更加浓郁。叶晨心里也很清楚，香味这种东西本身是不断损耗的，现在味道比先前还要浓郁，只能说明这种味道在自己睡觉的中途得到过补充。想到这里，叶晨下意识地将手伸向床另一侧的被窝里，明显能够感觉到没有人睡的另一侧被窝还有一丝丝淡淡的余温。这一刻，叶晨忽然意识到什么，他下意识地掀开被子，低头看向自己的内衣，发现内衣还完好的穿着时，才稍稍松了口气。此时的叶晨已经意识到海伦娜一定在自己熟睡的时候来过，甚至曾睡在自己身边。自己身上的香味以及另一侧被窝内的余温都将证据指向了他。叶晨不明白海伦娜在自己熟睡时悄悄钻进自己的被窝到底是为了什么，但他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决定对这件事情装作一无所知。在叶晨看来，这么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能缓解两人之间的尴尬，
一方面也能避免这件事情继续产生任何下文。打定主意后，叶晨便从床上爬了起来。此时体内的灵气依旧是所剩无几，由于自然界能够吸收的灵气极其匮乏，若是想靠吸收自然界的灵气作为补充，怕是1年半载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于是叶晨为了保险起见，再次取出一颗培元丹，打算先将消耗掉的灵气快速补充上来。于是他盘腿坐在地毯上，从衣服的口袋里取出一枚培元丹，心疼不已地将那颗培元丹放入口中。一瞬间，丹药化为浓郁的灵气，不断向着体内汇聚。不过让叶晨感到惊讶的是，原本自己体内的灵气，一颗培元丹就能够完全补充上来。可是经过昨天频繁的快速消耗及补充灵气之后，刚刚服下的这颗培元丹竟只将灵气补充到了80%。叶晨心中暗忖，看来频繁的极限状态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像是运动员能不断在高强度的训练中逐渐超越自我一样，我也可以通过这种高强度的状态来提高自己的上限。若是体内灵气的上限能翻1倍，整体实力也会得到长足的增长。想到这里，叶晨又不禁惆怅起来。毕竟培元丹过于珍贵，一旦消耗殆尽，又得不到新的丹药补充，那自己再想补充灵气，恐怕就非常困难了。这也注定了他不能频繁利用这种极限状态来不断提高自己的上限。随后叶晨站起身，走进卧室内的卫生间里冲了个澡。当他顶着湿漉漉的头发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海伦娜正在客厅的沙发上小憩。听到叶晨的动静，她连忙睁开眼睛，见叶晨已经出来，心中顿时一阵紧张。为了不被叶晨看出端倪，她连忙恭敬地问叶晨：“叶先生，您睡得还好吗？”叶晨见海伦娜刚开口说话，脸颊就已经一片通红，心中更坚定了自己的推测。不过他还是决定用装傻来让这件事情顺利翻篇，于是便随口说道：“睡得挺好的，很久没睡这么踏实了。”听到叶晨的话，海伦娜确实松了口气，她连忙道：“现在已经中午了，您肯定饿了吧？要不要一步餐厅吃点东西？”“好。”叶晨点了点头，说道：“如果你没有其他安排，吃完饭就回奥苏城吧，我也该启程回美国了。”海伦娜顿时有些不舍地说道：“叶先生，您这么着急就要回去吗？您凌晨才到，在北欧还没待上10个小时。”叶晨微微一笑，故作随意地说道：“我老婆一个人在美国，我还是想尽早回去陪她，更何况这里的事情已经都解决了，要尽快撤出，以免夜长梦多。”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